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洛克人 X 初代。今天是第2期了，上一期呢咱们攻略了初始的关卡以及8个 BOSS 的前4个，今天来攻略剩余的4个。第5关呢，我选择了电山魈的关卡，这关需要利用到回旋切割的能力来拿收集品。这个能力除了切割敌人之外呢，还能够把远处的东西勾过来。拿到了一个异罐。本关如果在攻略之前，咱们已经攻略了暴风鹰的关卡，那这关呢场景上就会少很多的电球，并且呢小 BOSS 也不会放电了。这种关卡之间互相影响的要素，在这个系列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。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设定一直延续下来。这里就是小 BOSS 了，他呢不会放电，只会放水球，好打很多了。水球是没有伤害的，它只是能够把你粘住。昨天有很多小伙伴看了这款游戏之后呢，就说没想到洛克人啊也可以做得这么好玩，并且看起来操作非常流畅。那是因为本作加入了这个灵魂的动作冲刺，而且呢平台也换到了超刃。这个收集品比较难拿，关键是你最后跳的这一下高度需要合适，另外呢你不能用普通的跳跃，需要用到冲刺跳，还是比较考操作的。迎面就撞到了一个怪，我本想拿风开路来着，但是跳下去跳得太急了。BOSS 呢也不难打，这个 BOSS 呢被冰系技能克制的死死的呀。一看这个 BOSS 就是一个力量型，实际上山魈这种生物脾气应该是很暴躁的。我最开始接触它呢，也是在一些游戏里边，比如说 Win 版的《节奏天国》打高尔夫那关，就可以看见一只山魈。击败它之后呢，拿到了它的能力电气火花。咱们如果打得快的话呢，后面还有一些收集品要拿。电气火花的形态就是小电球，但蓄力打出去的话呢，会变成电气的屏障。第6关呢，选择了装甲球鱼这关。球鱼这个动物应该是2014年世界杯的吉祥物，巴西的那届。那它和穿山甲的主要区别，大家可以看外观。球鱼的耳朵比较明显，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，这一点就可以区别了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专业的，我也不能够总是鉴定热门网络生物视频，对吧？好，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收集品，但是下来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这个挖掘机的机械臂，大家看上面有尖刺。那洛克人系列的尖刺大家都懂啊，秒杀，碰到就没了。而且这个货还很抗打。这关还有开车的要素，这一点是我比较喜欢的。后面应该还有车开。我这个车扎了我一下啊！不是我这个级别的司机还能被自己的车扎到吗？还掉血了这。又有一个挖掘机，用火烧也可以，火也是多段的攻击，风的话呢也是多段，反正打它都比较好用。这个收集品就比较好拿了，跳上来就成了。
咱们血量现在还没到最大。又一个车，这个车就要注意一点了，这涉及到本作的一个终极的隐藏的收集。咱们一会儿车起飞的时候啊，开车开到飞起来的时候啊，咱们也跟着起跳啊，跳到更高，这样能够看见这个加血的道具。咱们一共要做这种动作呢5次，那现在咱们攻略的时候是1次，后面呢再做3次。做第5次的时候，你需要把之前所有的收集品呢收集齐，这样当你第5次来到这儿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隐藏的福利了。这个应该下期给大家演示吧。这个 BOSS 呢怕电，现在它的护甲已经碎了，这样在滚动的时候呢就会受到伤害。这个克制真是克得死死的呀。第5关和第6关，因为咱们现在能力比较全面了，所以打起来看起来比较舒服，很简单。这样拿到了他的能力，叫做旋转盾牌，也可以叫旋转护盾、翻滚护盾都可以。第7关呢，选择发射章鱼。这个章鱼有很多小伙伴表示它很难打，这样一会儿我在攻略这个 BOSS 的时候呢，给大家演示2种打法。水关呢是不能使用火焰能力的。这里注意一下有泡泡的地方，它是出海马的。这个海马呢攻击方式比较多，它先出来撞你，然后呢吐子弹，吐完子弹呢翻滚之后呢它还会拐弯回潮。这里是一个小 BOSS 了，这个小 BOSS 呢弱电，但是呢用风打它也是一个多段的。电的话呢，因为后面还有一只，那只呢地形比较险恶，所以留到第2只来用。这只就用风了。风这个能力我是比较喜欢的，其实很多地方呢用风不是100%的恰当。好，这里用电。但是咱们又不是什么顶尖的高手啊，玩的话能够通关就成了，不要求什么100%的精确。这个船一定要打下来，打下来之后呢，它会把下面的地面破坏，这样里边有一个小 BOSS， 还有一个收集品。这个小 BOSS 呢，到后面他自己也成为了收集品，对吧？一个血量的上限，血量上限现在应该还没满，还有，我应该去拿，因为他在企鹅的那关里，但是当时咱们没有拿的能力，现在有了。攻略完这4关之后吧，这里呢有一个小 BOSS， 他出来的比较慢，但是呢咱们知道他在什么点刷新，就提前呢扔了一个风暴就可以了。好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呢理论上他比较弱上一关咱们拿到的旋转护盾的能力，但实际上呢用克制他的武器打他不好用。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吧。那他发射导弹的时候倒是无所谓了，但是呢他的触手啊在的情况下，你看这种情况呢就无敌，所以说比较烦。这样呢咱们使用旋转切割把它的爪子切下来，这样呢它的攻击方式就比较单一了。然后咱们也不要使用旋转护盾的能力，就是使用默认的武器它的战撸就可以了，对着射呀。我早跟大家说过，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对射是不会输的。好的，撸完。一共2种打法，一种呢是使用克制武器，第2种呢是先把它的爪子切下来，
然后呢再用默认的武器和他战撸就可以。我推荐第二种打法。这样拿到了他的能力，跟踪鱼雷，还剩一个小 boss 了。刺针变色龙，这个 boss 也好打，只要咱们有回转切割的那个能力，打他就非常好打。关的背景是在丛林。好，到下面来，这个地方有一点难度啊。一个冲刺跳，好，拿到了这个血量上限，然后在这里再冲回来，然后继续攀墙走上路。这里有一个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血超级厚。其实它很好打，但是它血超级厚，要打它很久。弱点呢就是头。这个爪子可以抵挡咱们的子弹，就用默认武器来打吧。用什么武器呢？你都要打它打半天的。你看这个攻击好躲，但是呢，因为打它时间太长了，很难不犯错呀。这个动作它会做一阵儿的，后面呢还会跳。然后，如果它的爪子镶在了墙壁上呢，它还能把自己拉过去。冒烟了，这样呢半血了应该。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小 boss 啊，就是扛打。优点就是扛打，缺点呢也是太扛打了。左边的石头它也可以把自己拉过去了，这样其实站在哪儿都一样。冒烟冒得更严重了，那应该是快了。好，最后他马上要挂了，给了我一下，这样咱们拿到最后一种护甲。这个装甲呢是身体装甲，让咱们的受到的伤害减半。而且呢，被攻击之后的硬直也有变化。竟然有石头人，就跳过去了。他如果落在平地呢，咱们就可以跳过去。懒得理他呀。看上面的机械的啄木鸟，在抓机械的虫子。又给了个奖命，开机甲。这个机甲很遗憾不能开到 BOSS， 4代的话应该是可以用机甲打 BOSS。脚下的沼泽能把咱们陷下去，相杀了一下。好了，到站了，这样 BOSS 战。这个 BOSS 呢超级简单啊，大家看一下打法吧。开场就可以把它控住，控到死。这个 BOSS AI 有问题，他呢就是舌头不掉下来就会死星人啊。他总想把自己吊在那儿啊，这就是他致命的弱点。打完之后呢，拿到了他的能力，变色龙刺。蓄力的话可以隐身，这个在咱们如果速通的话是比较有用的。这样所有的8个 BOSS 呢都打完了。打完之后呢，Zero 会告诉咱们发现了敌方的城堡。
但是进城堡之前呢，我先去拿一个收集品，就在企鹅那关。这个 BOSS 呢叫做西格玛，他是异常体猎人的元老大啊，现在也是，因为整个组织其实都叛变了。那没有当25仔的也就剩洛克人 X 还有 Zero 了，所以说当整个组织都叛变了，就你们俩没叛变，那是不是说明其实你们两个才是25仔啊？这里一口气给了2个奖命啊，太夸张了。这里我使用了火的能力，那本关拿那个隐藏的收集品呢，确实也需要到用火。快到了，不远了，就在机甲那里。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隐藏品的位置吧。拿完之后呢，就可以退出这个关卡了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